雄风2E巡航导弹多年来被台军炒作是反击大陆的杀手锏武器，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就连外形都从未公开。但近期该导弹神秘面纱揭开，台军16号在拂晓前的黑暗中试射了一枚雄风2E导弹，这也是它服役近20年来首度曝光。不过，这款武器却被认为是一款典型的造出来就已经过时的武器。 其中被台媒反复炒作射程覆盖大陆纵深地区的说法，也被认为对大陆实际威胁很有限。台军16号清晨4时许，在屏东九鹏基地拂晓前的黑暗中试射了一枚雄风2E导弹，这也是他服役近20年来首度曝光。台湾媒体称，雄风2E巡航导弹从九鹏基地起飞，在地面可目视其火箭助推器脱落。 导弹随后顺利启动涡扇发动机展开巡航，顺利飞行了1个多小时，达成预期检测目标。据介绍，目前台军拥有射程600公里的雄风2E，以及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增程型雄风2E巡航导弹，两者代号分别为雄升及雄隼。台湾媒体称，因保密考虑，台军已经将部署的雄升和雄隼导弹对外都一体称之为雄升。报道称， 台军并未披露本次试射的是否为增程型雄风2E。台媒此前报道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台当局就编列预算开始研发雄风2E巡航导弹。不过，由于系统整合上的问题，导致测试失败。直到2008年，该导弹才通过测评开始量产。台军曾吹嘘称，该导弹是台湾首度具备对大陆纵深战略打击的能力。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石红认为， 台湾地区多年来把雄风2E导弹捂得严严实实，搞得神神秘秘，好像是多了不起的导弹一样。但其实它就是一种普通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台军此次在夜间进行试射所展现出来的外形，跟美军已经开始淘汰的战斧导弹比较相似，但性能比美国战斧要差很多，拦截难度不大。而且， 雄风2E虽然号称最大射程1000公里，但台军缺乏远程打击所需的战略侦察、中断制导等关键技术，对大陆实际威胁很有限。要知道，巡航导弹在作战的时候，对地形测绘、对导航、对数字地图等等要求呢非常之高的。也就是说，看似呢是一枚巡航导弹呢在进行发射，但是呢，在它背后是一大堆的体系呢在进行支撑，而台湾地区呢在体系方面是非常弱的。 也就是说，雄风2E呢，要想对大陆呢构成严重的威胁，那是台湾地区军方呢想多了，想靠着一种导弹，就去抗拒统一，这个完全是痴人说梦。要知道，大陆在拦截巡航导弹方面能力呢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呢，大陆现在拥有的非常完善的体系化，而且很先进的防空系统，高中低空、远中近程各种 防空导弹呢，我们现在都有而且呢，技术水平也是呢世界一流的。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蔡正元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台湾的导弹面对解放军的绝对优势不太管用。不是说不好，但是就是不太管用。要面对解放军的武力的优势光这样实在是不够了，不只是量不够，值也不够。蔡正元说， 他一直对雄风系列导弹性能保持关注，就连台军方科研单位人员都告诉他，以目前解放军的防空能力，台湾雄风系列导弹飞离台湾岛都很困难。大陆的沿海的这些防空武力真的比以前不太一样，不是无下阿蒙，不是我们这些飞弹能够打得到的。我讲句不客气话，台湾的飞弹所有的飞弹，不管哪一种飞弹，要飞离台湾都很困难。 为什么？四面都是海，很容易被侦查。我讲这句话是有根据的我 check 过我们很多军方科研单位的人员呢，没办法，我们出去就是飞弹只要离开台湾岛，几乎是脱光光给大家看了。怎么办？都侦查得到。大陆也很强的雷达，你只要飞弹离开台湾，通通看得到此次发射雄风2E的九鹏基地是台军专门进行武器研发与测试的地方，位于屏东县牡丹乡与满洲乡靠东海岸交界处，3面背山，1面朝海。九鹏基地保密程度很高，保卫森严，非常神秘，与台军预防医学研究所、核能研究所并称为3大神秘单位。甚至有台媒称，九鹏基地为台湾的51区。 台军无论是自研的导弹、火箭等武器，还是外购的导弹，大部分都在九鹏基地进行试射或试验。
比如台军装备的雄风系列导弹、天宫系列防空导弹等，都是在该基地试射和定型。由于承担导弹、火箭等试射任务，九鹏基地也是一个危险基地，频繁的爆炸事故让周边居民胆战心惊。近期半个月内，九鹏基地的导弹试射就已经发生了2起事故。8月3号，九鹏基地在进行弹药销毁作业时曾发生意外，酿成4人受伤。8月15号，台军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爱国者2型导弹试射时，发生导弹近距离自爆，原因不明。确实呢，今天早上我们在实行这个飞弹试射的时候，有某种弹它在发生异常引爆的现象。但是它进一步的原因，确实的原因跟它的这个后续的情况，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查证。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石红认为，台湾地区军方不仅是近期事故频发，是哪一次演习或训练，如果不出点事儿，那才不正常。这反映出台军整体上存在的先天性问题，也并非采取哪一项应对措施就能解决。像这样的事故，在台湾地区军方来说呢，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本身呢就反映出来，台湾地区军方呢在武器技术方面是比较薄弱的。他是在很多武器方面根本就没有吃透然后呢就去匆匆的进行研制，结果呢研制出来的这些武器装备都是胎里就有毛病，所以呢可靠性呢就非常之低。再加上呢，台湾地区军方呢在武器装备的保养维护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在人员培训以及呢人员的素质方面同样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此前，台当局多次炒作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生产具有源头打击能力的导弹。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曾多次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谋独不会得逞，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给台湾人民带来更大灾难。中国国防部也曾多次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对抗没有出路，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将以雷霆之势挫败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强调，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裂。对此您怎么看呢？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在中国大陆讲这番话的同时，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正回程过境美国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则在声称自己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所谓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很显然，这两个人的言论是针锋相对的，一个是在搞变相台独，或者说是借壳上市的台独，另外一个则是有针对性的反对变相台独，或者说是借壳上市的台独。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大陆已经提前预判到了未来反独的中心任务极有可能是反对变相台独，或者说是借壳上市的台独。因为一旦赖清德真的当选了，那么在中国大陆强大的军事压力以及美国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必然不敢公开搞所谓的法理台独，他只能依托岛内的现政权，以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的为由，搞变相台独，或者说是借壳上市的台独。赖清德自以为这样做可以一举三得，一是可以达到事实台独的目的，二是不会引起大陆的反弹和美国的反感，三是还可以保全自己台独金孙与务实台独工作者的名分。